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freehand。什么是 freehand 呢？基本上这是在男生剪裁上面不可或缺的一项技巧，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男生的推剪修饰到非常完美。所以呢，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好的。说到这个 freehand 剪裁呢，不得不说到推剪这件事情。那我们之前有几集已经有讲到推剪。一般来说，推剪呢是透过水平剪刀开合的状况，去创造出利落干净的效果。但大家在现场在剪粗硬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推，偶尔那个面就是没有特别的干净，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参差不齐，但是你怎么推都推不干净。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尽可能你可以把你的剪刀从水平的转成垂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面通常都在水平上面移动，所以你怎么剪都剪不干净。OK，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可以将你的剪刀从水平的转成垂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肩膀就可以微微的抬起来，让它变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OK， 那这样之后呢，你就可以拿起你的食指或者你的大拇指。那一般来讲，我习惯用食指。OK， 食指之后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开合的过程当中，你的手指会不会被你的剪刀给剪到？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关键就来了。建议大家选用像这样子圆头的剪刀。什么叫圆头？就是那个头不要是尖的，因为尖的有可能会把你的手指头剪破。OK， 所以选用 freehand 的第一件事情，你的剪刀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圆的。OK， 像我这把就是圆的，所以我就可以大规模的开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左手是决定这个弧度的抛物线，那我们的右手就是不断的开合就可以了。尽可能你的右手的开合，尽可能开到最大，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顺利的磨过去。OK， 那这个时候就会讲到剪刀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一般选用的剪刀呢，会选用有那么一点点弧度的剪刀，我们不会选用太直的，因为太直的剪完会有一点硬。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那种很大弧度的柳叶刀，剪完呢，就没剪到。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我比较建议的是，你可以选用一点点弧度的剪刀，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做开合的过程当中就会比较顺利。OK， 你就剪完之后，它剪得到头发，但是它不会太硬。OK， 好，所以就这样剪过去了。那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一律全部从这一侧，也就是右侧，因为我们是右手嘛，全部一路磨到左边去。那可不可以从左边磨过来？可以，但是没有那么顺，我试过了。OK， 好，所以剪刀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会选用的剪刀是有一点点带弧度的。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选用的剪刀呢会有一点点长度，因为如果你选一个 4.5 寸，像我之前那 4.5 寸的，你磨就会磨很久，因为毕竟我说了，这个只是在水平推完之后，垂直的这个 freehand 的剪裁里面，能够快速的把一些没有剪那么干净的头发给磨掉而已。OK， 好，所以呢，我们就会这样磨过去。那我们会从上面再磨到下面来，所以一层一层磨。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操作什么叫做 freehand 剪裁。那事不宜迟，那我们就开始咯。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操作环节。在操作之前呢，我们先确定一下我们的手势。那我们的手势是这样子，就是手掌心朝上，然后剪刀放进去之后，你的大拇指放进去，然后去做开合的动作，转过来，这个是手推剪的手势。我们现在只需要将这个手势转成垂直地面的，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放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剪刀的头段这个位置去做开合的动作。OK， 那我们真的在剪的时候该怎么剪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先确定一下这个是重量线，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剪的位置。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剪得再干净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剪刀轻轻的放在这个推剪的这个位置。OK， 那因为我们今天选的剪刀呢是这种圆头的，所以我们在放上去的时候，基本上在开合，基本上是不会剪到手指的哦，这个非常重要。好。然后呢，我们是轻轻放在这个推剪的这个痕迹的上面放上去，然后呢，我们就做开合的动作。那可能有同学会说，老师，可是这样子我们会抖会不稳，那怎么办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你的这个
食指呢会去做移动的动作，只要你的食指是稳定的，基本上就是安全的。例如说，各位看一下，例如说我现在从这边移动到这边，我的食指是稳定的，我不会这样子前后的移动，基本上就是安全的。那我们再看一次哦，可以放上去。我透过我的食指去做移动的动作，然后我的右手，也就是我的剪刀，做大规模的开合，这样剪过去，这一面就会是顺的。OK， 好。OK， 各位会看到，像这个地方它就是干净的。OK， 剪完之后它就非常利落贴上去。OK， 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形的架构，我们从这一面推完之后，我们就来推这一面。OK， 这样可以看到有一些参差不齐的头发。我们一样将我们的这个剪刀放上去，轻轻的放上去之后，做大规模的开合。这个面就会干净许多，这就是 freehand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基本上你就是把它放上去就好。那我们会从右边，因为我们是右手，慢慢这样推过来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另外一侧。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方形，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继续的往同一个方形的面积去做延伸的动作。基本上只要你的食指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前后的移动，你基本上就不会剪出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状况。各位会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今天拿的是6寸刀，所以基本上它能够覆盖的面积就非常的宽，非常的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最少要拿6寸刀。然后，因为我今天的剪刀在这个侧面开始是有一点点弧度，它不是完全都是平的，所以在剪的过程当中，它也不会过硬，它不会像一般的直剪刀一样剪完是平的，你会发现还是有一点柔和的效果。这个都是跟我们所使用的剪刀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最后在细修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干净。那你当然可以用你的手，稍微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下细修。OK， 有没有？这个地方就平了，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那么干净？那我们一样。那因为这个是方形，所以你的圆弧在走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不要把这个角给圆掉了。OK， 你看这个地方就顺很多。现在有的时候我会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些角的位置，那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看，那我就会用我的大拇指 ，OK， 在这个角这个地方斜切的把它磨掉。像这个角，你可以大拇指放上去，这个角就比较柔和了，就圆掉了。有一个角没那么好看，你就可以这样斜切的。这只是针对上面的这个角，想要柔化的时候，看啊，就柔和很多。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使用 freehand 的一些小技巧。好的，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我们最主要是针对 freehand 的技巧去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技巧真的超好用的。当然，如果你有任何对于这个技巧有问题的同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就换个场景进行做收尾咯。好的，我相信大家刚刚看到 freehand 剪裁应该非常简单。我跟各位讲，这个真的超重要的。不管你今天是要磨这个侧边的层次，或者是你的重量线想要去掉那个角 ，freehand 就是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右手跟左手都要非常稳定。那节目到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讲一下福利，就是我今天所使用的这一把Green Mouse 的这把剪刀呢，就是符合我们刚才所讲的那几个特色啦。第一个是圆头的，第二个是6寸的剪刀，第三个它有一点点带弧度。那这个剪刀是我用过 freehand 的这个技巧里面最好用的一把剪刀了。那我也帮粉丝谋一下福利啦，就是下面的连结呢，
只要点选下面连结呢，都享有9折的优惠。那这个剪刀呢，它是属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剪刀，它不是台湾制的剪刀，所以品质上面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也试用了大概1个月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用，好不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喽，好不好？那这里是科学减法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